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欧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了0.26%的调整。那这里的调整呢，我们认为是道指走在了一个杀升阳线的势力范围。我们看到这个上涨过程当中，上周四走悟空阳线，然后八戒阳线，日线级别最终在本周一的行情当中走出了杀升阳线。那杀升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杀升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非常容易出现调整。但即使如此，上方仍然有唐升阳线的一个预期。目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在周线级别是一个多头的行情，周线级别上在第一轮完成上涨吸油之后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目前处在八戒阳线的势力范围，周线级别上方是有杀升阳线的一个预期的。总而言之呢，目前是一个道琼斯工业指数不断攀升的一个牛市行情。同时呢，在昨天道指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东边日出西边雨，股市场在今天早盘三连阳，重新站上了2900点。那与此同时呢，比特币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比特币的下跌过程，我们看到49000美金附近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日线级别悟空阴线，然后以此悟空阴线为基准线，我们看到下方走出八戒阴线组。注意看八戒阴线、实体阴线后面跟随很多干扰性 K 线，最终走出沙僧阴线，跌破了箱体的天线，走唐僧阴线。那这个唐僧阴线是伴随下跌和反弹的，因此呈现的是一个阳 K 线。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根据我们 K 线西欧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首先看到了一轮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过程。小时线级别，我们看到低点3855这个位置出现之后，阳线走出了小时线级别悟空阳线，是非常杂乱无章的八戒阳线组，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经历了一个短时间的调整，然后持续震荡。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来观察它能否构成小时级别的反弹。在4小时级别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标志性的与下跌行情和底部震荡行情不同的一个标志性的上涨阳线。这里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而不是底部的这个非常微弱的反弹阳线。上方1月24日凌晨4点的这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走完之后，我们看到接着往上走，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八戒阳线组。那再往上走，可能是会走出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有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重新回到箱体内部的一个趋势。在这个趋势反弹到反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经历目前4小时级别八戒阳线的一个持续的震荡的过程。我们看到目前行情是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走第三轮的悟空阳线的过程当中周线级别第三轮次悟空阳线被空头消灭掉了之后的一个调整过程。因为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没有经历很好的调整，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比特币在高位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级别下跌吸油，我们之前给出的目标位是37500，但是它低点是在38555点，也非常接近于我们之前给的一个目标位。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不出现反复诱空之后，我认为它的调整大概率会结束。因为如果比特币的行情出现了与上涨对称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会非常恐怖。因此呢，在这轮牛市行情当中，有减产的利好，有各种利好对比特币上线 ETF 这些众多利好的影响下，我们认为这轮调整大概率是仅能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调整就宣告结束了。同时呢，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对于空头造成的这些损失，会通过反复震荡重新回到箱体结构，重新把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周链三角形拉长之后，我们会看到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上涨结构，就是
震荡它需要长时间啊，把这个时间线拉长，拉长之后均摊大家伙所持有的筹码成本啊，把这个筹码成本拉高之后，才有机会继续上行。昨天提到了一个币种走弱的原因啊，ORDI 走弱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调整之后继续上行，上行过程当中新的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这里是8进阳线。随着比特币的调整 ，ORDA 铭文板块龙头币种 ORDA 出现了持续下跌，下跌过程当中，目前已经非常接近把之前第2轮日线级别悟空阳线消灭掉了。悟空阳线目前是被斩杀的状态，行情走到这里，即使比特币出现了连续的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 ORDI 这种弱势行情没有出现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没有标志性的阳线的情况下，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 ORDI 始终是围绕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200日均线持续上行。那么本轮行情跌破之后没有进行修复，一直处在不弱势震荡，因此呢，我们判断 ORDI 目前是走弱的。同时在空头方向上来看，我们看到 ORDI 这个位置上有标志性的悟空阴线，是8戒阴线组，这个走的非常复杂，有非常多的妖怪 K 线的8戒阴线组，下方是有沙僧阴线组，沙僧阴线下方是唐僧阴线，因此判断 ORDI 走弱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更低的低点。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 Binance 上线的通过 IEO 上线的很多次新币种在比特币下跌的过程当中依然保持强势，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还有就是CUI 这个币种，我们在前2天比特币下跌的过程当中看到它走了一个独立行情，在这种独立行情下，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它重新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和8戒阳线，那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出一个新高预期的，同时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它非常完美的走出了一轮持续上涨的趋势。那么这轮行情在周线级别上可以把前面这周的行情看作一个悟空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上方对于周线级别上 SU 是有一个周线级别创新高的趋势的因此呢，对于这种强势币种应该给予一个非常重点的关注。今天我们看到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回踩200日均线附近之后，虽然跌破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是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是有机会止跌的。同时回到 BNB 对 USDT 的价格上来，我们可以看到本轮行情 BNB 相对 USDT 的这个价格始终处于一个高位箱体的一个结构当中。那这个箱体不被跌破，证明 BNB 相对于比特币的价格是非常强势。同时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 BNB 的位置相对于比特币、相对于以太坊是一个非常低位的。同时呢，在底部我们可以看到 BNB 走出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目前处在周线级别8戒阳线的势力范围，上方是有唐僧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如果对照当前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位置，我们认为 BNB 是在400美金以上，因此呢，对于 BNB 来说有资金流入，有资金通过 IEO 打新流入但是呢位置非常低，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基本面、资金面和当前价格上的一个高度背离，所以呢 BNB 应该重点关注BNB 这种平台币在牛市会有非常良好的表现这里应该重点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